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跟我一起来攀岩。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我第一次接触攀岩以来到今天的一个成长经历。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希望通过我分享自己的经历，能够给你一些启发，让你也走上探索攀岩的这条道路上来。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会总结几条对于我来说，在我还是新手的时候非常有帮助的几个小贴士，希望你能坚持到视频的最后。我第一次接触攀岩是在2018年搬到剑桥来之后，有朋友介绍去的。这个视频是我有记录以来的第一个攀岩视频，然后在这个视频里穿的攀岩鞋还是当时在岩馆租的。我去过岩馆2、3次之后，才决定要买一双自己的鞋。5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攀岩了有3个月，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技巧，攀岩的时候总是在用蛮力，然后很快就没有力气了。每次去岩馆呢，纯属娱乐，也没有任何目的，就觉得攀岩非常有意思。然后当时对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攀岩对我来说最大的障碍是力量的问题。但有一次经历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就有一次在攀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手很酸很累了，然后是因为自己很累了，没有完成一个线路。但当时岩馆里另外一个岩友看到我以后就说：“你一点都不累。”我看到很多人在墙上颤抖，那才是真正达到了攀岩的身体的极限，你完全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你现在属于这种心理上的障碍。所以自那之后，我就开始更注重调整我的心理上的状态。然后我当时攀岩的时候呢，也因为时间还不够久，所以说手上总是会磨破皮，然后可能本来想攀岩几个小时，结果30分钟之后手就破皮，然后就攀岩不下去，所以我就会经常去缠手用胶带，然后这样的话就保护我的皮肤，我就会可以在岩馆更久一些。攀岩第一年的时候，感觉进步很明显。虽然我当时没有系统的去学习一些攀岩的技巧，因为很多限制因素实际上是心理的，克服了一些心理上的障碍之后，对攀岩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至于说攀岩技巧的话，我主要是通过在岩馆攀岩的时候观察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岩友，然后通过观察他们的攀岩来学习一些技巧。到19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会在网上关注很多分享攀岩技巧的视频，在此同时也开始看更多的攀岩比赛。这些知识的摄入呢，让我对攀岩技巧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呢，也让我意识到了训练技巧的重要性。但是那个时候对技巧训练的认识就是技巧到位了，可以节省很多力量。但实际上现在看来，技巧有很多其他的帮助。也是因为看了很多比赛的缘故，对于一些攀岩的套路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逐渐可以在上墙之前就构思需要用哪些技巧来完成一条线路。但是我觉得看了很多比赛的问题呢，也在于很多攀岩的动作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非常简单，但是当我想去尝试的时候，发现其实很难做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训练的重要性。所以在19年7月份的时候，我开始加入了健身房，希望通过额外的训练来增强我的力量。我当时攀岩的水平大概在蓝色到红色的区间，蓝粉色的话一般一次就可以成功，蓝色到红色的话，有时候会需要尝试几次，然后基本上就可以成功。我的严管的话，它是没有按照正规的国际上的规定来划分这个等级，因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想激励更多的新手加入到攀岩这项运动。我也是不久前才开始，更多关注到一些国际上正规的等级划分，这个主要也是为了我自己去衡量自己的水平的进步吧。因为我现在会经常去到一些不同的严馆，通过参考这个等级，可以对难度有个更标准的认识。
2020年2月的时候，是新冠病毒在英国爆发前最后一个月去攀岩。从3月份开始呢，所有的公共场合都被要求停业了。然后在这个封闭期间，我也就暂停了攀岩。健身房也关闭了，所以我当时只有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训练。攀岩的进程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这种状态呢，一直持续到了8月底的时候。这个时候，严管开始逐渐的开放，然后我也才再次又回到了健身房。我在2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其实已经很适应爬红色的这个等级了，然后也会经常去尝试这个等级。有的时候可能会尝试一下粉色的，就是红色之后那个等级，但是粉色就会相对比较难。在8月底到9月初的时候，我再次回到严管。这个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在墙上没有那么流畅了。很多时候都在爬一些蓝粉色的线路。尝试蓝色或者红色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6个月没有攀岩对于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现在的话，我已经回归到严管有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是受到新冠的影响。现在每次去严管一定要预定，然后只能待到最多2个小时，也是比较受限制的。不过现在呢，逐渐在墙上呢也找回了感觉，然后也会刻意的去应用一些学到的新技巧。我也开始探索一些新的严管，因为每个严管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我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对于我攀岩来说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会在未来的视频当中呢，和大家分享更多我认为有用的技巧训练。如果你是新手呢，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已经在攀岩了，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然后帮助大家一起学习进步。欢迎来到视频的结尾，在这里呢，想送给大家几条关于新手的小贴士。第一点是，你比想象中的自己要强壮，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自己力量不够，没有长期在健身房去训练，担心自己在墙上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些线路。其实你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强壮，很多情况下是你心理上可能高度比较高，有些恐惧。当你在努力的克服这些心理上的恐惧的时候，你其实已经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攀岩的水平。第二点是你不需要昂贵的装备去攀岩，作为新手，你只需要一双平价的攀岩鞋，然后鞋号的大小适合你的自己的脚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忧你穿什么，或者是你的鞋要有多么好的品牌，或者是你一定要有这样那样的装备，完全不需要，只要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就完全可以开始攀岩。在此基础上呢，你可以买一些镁粉，还有就是你也可以买胶带，像我在视频里有提到的，在我刚开始攀岩的时候，手可能经常会磨破皮，然后胶带有助于保护我的手上的皮肤，然后也有助于我增强我攀岩的时间。第三点，如果你从来没有攀岩过，然后想要尝试这项运动，我建议你从抱石开始做起。攀岩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运动的类别，然后在攀岩这个类别之下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抱石是其中的一种。我之所以推荐抱石呢，是因为你不需要一些非常特殊的装备、安全绳之类的，你不需要学习如何运用安全绳、如何打结之类的，你只需要你的攀岩鞋，然后你就可以上墙去爬，你也不需要一个小伙伴。随时就可以自己一个人拿着你的攀岩鞋去攀岩，所以抱石呢是一个非常容易入门的攀岩类型。最后一点呢，是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技巧的问题。一开始最重要的呢是熟悉墙上的这种感觉，然后适应这个墙的高度，克服一些心理上的恐惧。当你完全适应了这些之后呢，可以再开始去考虑增加一些训练，无论说是技巧方面的训练还是力量方面的训练。以上就是我对新手的4条建议，希望呢你能够去尝试攀岩这项运动，从抱石做起，希望你能够也喜欢上这项运动，就像我一样。这次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视频再见，拜。
就觉得这个比较难。哎，我刚才没有录哎。I already feel a bit warm. Yeah, just do one. Just do one, yeah.